大家好，我是阿杜。在湖北荡阳的一座大山悬崖上，有人工开凿的8个房间，里面有卧室、厨房、客厅以及卫生间，让人不可思议。据当地的村民说，这些岩屋已有1000年历史，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。他们开凿这些岩屋的主要目的，就是为了躲避匪患和战乱，具有一定的防御功能。接下来就带大家一起看一看这处岩屋所在的地理位置十分险要。就在这座大山的崖壁半山腰上，人工开凿出了8个房间，上面这些窗口呢，里面就是房间了。而在它的旁边只隔了一条马路，就是居河了。据统计，在居河的两岸分布着大大小小众多这样的岩屋群，都是古人的住所。他们为什么要居住在这样的地方呢？就是为了躲避匪患和战乱。刚刚和一位本村的村民聊天，他告诉我呀，小的时候居河的水是比较大的，现在水呢非常小，是因为上游建了水坝。我们看他小的时候啊，水是直接达到了这处山体的一个横断面，也就是有我一个人高。现在所在的位置啊，以前都是水。要怎么上这处岩屋呢？需要走这种近90度的山体开凿出的小孔，手脚并用才能够爬上去。然后在上面呢是斜着开凿出了这种阶梯，这些呢都是后面才修建的，在以前是没有的。以前古人是怎么上去的呢？这边都是水嘛，需要乘船到达这处山体下面，然后他们在崖壁上凿出圆孔，插上木桩，就是行走在木桩上去，这样是为了更好的加强它的防御性。就这一段是最难走的，然后上来之后啊，这里就有修建阶梯。大家看这个位置啊，有点像是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呀。这个阶梯也只供一个人可以行走。这边就是一个洞门了，相当于是入户门呢。我们看一下，这里面的空间可不小呢。它这边呢，像是一个侧室，睡觉的地方嘛。还可以清晰的看到人为开凿的痕迹，但是因为长时间你看都风化掉了，一碰上面就掉下来了。这地方呢是有一个小洞口，还要再往上走，修建的有阶梯。这里面还有人烧火呀，大家看它在这些石壁上呢开凿的都有这种小孔，是干嘛用的呢？这些小孔呢可以放油灯、蜡烛这一类的，然后这上面开凿的都有小孔，这些小孔啊就是可以把它隔成2层甚至3层，下面居住，上面就可以放他们的食物，像稻谷、玉米这一类的。这墙上好多人乱涂乱画，这肯定不是以前古人写上去的，黑色毛笔字嘛。包括这个位置是有一个很大的窗口，有3、4米高，也是我们站在外面可以看到最高的一个窗口了。这里原本啊，它是有一道门的，有可能是石门，也有可能是木门，非常清晰的可以看到以前放门的这些孔洞的痕迹，对吧？然后在这道门的背后啊，就是8间房间里最深的一间房了。这间房间空间也非常的大，外面比较窄，里面比较宽，可能是这处岩屋的主人住所。而且在一半的位置呢，它是向下挖进凹了几部分下去，然后呢这个位置又像是有一道门的，把里面封成一个密闭的空间，或许是把他们的贵重物品、一些财宝都放在这里面。然后我们继续去参观，这里面是有厕所和灶台的。大家注意看这个位置啊，它就是一个简易的灶台了，上面可以放上一口锅，在下面生火做饭，刚好是在窗口的位置，烟可以顺利的走出去，是吧？古人的智慧啊，是我们很难想象的。这里呢还特意再留了一个小洞，可以通风。包括那边它还留了一个小洞，这个小洞是什么意思呢？而且我们看
这一处墙壁非常的薄，是吧？能够支撑起上面巨大的压力吗？但是它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，依然是完好的保存在这里，只是表面呢有一些风化。像这些房间加起来啊，也有100多个平方吧。它的厕所我刚刚在这里看了一遍，有可能就是在这个位置了，因为其他的位置啊都没有留这样的一个小孔，就是水流下去的一个洞口，只有这个位置有。那可能厕所就是在这里，正好旁边是一个窗口，也有助于通风。大家看，它的石壁上的确开凿的都有这种小孔，就是把它隔成几层。这里呢是有一处石刻，这里刻的已经不清晰了，百里石墨，不知道是古人当时刻的，还是后面有人为在这里乱刻。那我们可以发现，像这里啊，它就是后面人为刻的了。现在也没有明确的记载到底是哪一年开凿的，只是知道这是当地的农民为了躲避匪患而修建。他们选择住在这里，说实话也非常的不容易。它的开凿高度呢是有2米的，我上面还有几十公分的一个距离，也就是人走在这里完全不会碰头。中间的这3间房呢，它的空间是最大的，因为中间只有半堵墙围着，像是一个会客厅。然后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最小的一个房间，有可能就是古人在这里啊养殖一些牲畜的。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石壁上人工开凿出来的小孔，都是在一个平行线内，这样就可以插上木桩把它隔成几层了。内部的房间呢，它也是设计的有门的，看看这里是有放门的一些痕迹，包括这边，对吧？像这里面应该就是放置的木门了。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窗口，正好呢，它在这个位置开了一个小水槽，是斜着向下的，这水不就流下去了吗？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这个位置是干嘛用的？这里也是一个灶台，还有2块石头，有生火的痕迹。走在这里面呢，仿佛古人在这里生活的场景啊，就浮现在自己的眼前。有专业的朋友也可以看一看这些房间的布局构造，可以发表一下你不同的看法。刚刚我们是参观了半山腰悬崖中部的这些岩屋，而在这座大山的底部开凿出了一个更大的空间，太让人不可思议了。大家看，而且里面呢还刻出了一些向内凹的空间。这一处庞大的空间，据住在旁边的一户村民说呢，就明显和上面的岩屋不是同一个时期开凿的，因为啊，以前水大的时候都把这一处给淹没了，怎么可能在地下去开凿这样的一个岩屋呢？对吧？它的旁边呢还有2个这样的岩屋洞，那边2个呢空间稍微小一些。所以最让人不可思议的呢，就是这下面的空间是用来干嘛的？上面的明显是人类居住的地方嘛。